真是奇了。大奶奶，怎么样？每年安徽都有贡茶，怎么没有这等好茶？问一问，这样的好茶都给谁了？您问别人都没用，只有我家的茶园种出来的茶才有这般味道。为何呀？这些年两军交战，把我家的茶园一把火都给烧了。茶园里之前种的，那都是几十年的老茶树，是我们的命根子。可反而就是这样一把火，它改了地脉，变了土质，之后种出来的新茶便有这股淡淡的兰花香味。再加上我家请的炒茶的老师傅，他用的是一口上百年的大铁锅。这老师傅平日里舍不得用真茶叶来练手，用的都是松针。那久而久之，这松针的香味沁到了这口老铁锅里，便形成了如今蓝雪茶这股独特的味道。只是，可惜了。可惜什么？可惜，这万茶大会就是为了敛财。进个大门就需要3000两的门包，二门需要5000两，8000两银子才够进一次门。那想要夺得魁首，得花多少银子？这银子从哪里出呢？这些年一直打仗，茶农本就奄奄一息了，难道还要再将他们扒皮食肉吗？朝廷若真是有良心的话，应该借着这次万茶大会，给天下所有种茶的老百姓一条出路，也算是给江南万民一个善政。所以，我才说我可惜了。这话你可记下了，回去替我写出来，好让六爷知道。这……啊，大奶奶，刚才小人说的那都是发牢骚的话，我一个平头老百姓说话当不得真的。你看起来倒像个读书人，怎么不读书了？实不相瞒，你们是哪儿的？之前读过。母亲安排我们来侍奉茶水，惹了什么祸？宣华科场犯了朝廷忌讳。福晋差人过来送茶。老六媳妇儿送来的，莫不是老六知道我来了？那不能，咱们没跟六爷说，他上哪儿知道去？估计是福晋听说王爷有女客，派人过来伺候便是。你放心，给咱们开门送咱们进来的，都是我几个相熟的侍卫弟兄。六爷这么威风，咱们可不能扰了人家的兴。不过他的茶一口不喝，不是做客的规矩。不能喝，这茶怎的？忒也无礼，莫不是只能喝你家的茶？不是，这茶的香气和我家的有冲。我们回去吧。这桶茶送我了。哦，正是如此。你什么你我他仨的呀？你给我跪下！有旨。
皇太后懿旨：徽州茶农古平原所供蓝雪茶，香气正大典雅，其人亦深通文理，颇有可取之处。加叹之余，自贬以褒其心。请皇太后的匾。思顺茶上辉，民生茶上辉，勤来拜会。哎，福老太爷，这次你是多了亏了，给你恭喜啊！哎呦，不敢不敢。那有什么不敢的？太后老佛爷御笔钦定的，这天底下的茶商有谁不眼红啊？福老太爷，哎，你带我去皇太后手书的御匾前看看，我给磕个头，那样也好有个流程呀。哎，兄弟，坐下说话，坐下说话，坐下说话，坐下。哎，兄弟，不瞒你说，这个匾它不在我这儿。福老太爷，我不求别的，你赏我1两蓝雪茶，真的，兄弟，我把这个茶给供上。那个你要是再不答应我们这半辈子的交情可就没得了。兄弟，你放心，这1两茶我一定给你弄到，如何？如此，就多谢了。我们准备好了，顶香跪拜。好说好说，告辞。哦，恕不远送，恕不远送，慢走，送客。花儿，哎，进来。大哥，我这臭罪。哎呦，你瞧我这办事儿的。行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不管你是磕头还是抽嘴巴，你呢，把古平原给我请到这儿来，我当着大家伙的面，我给他磕头赔罪，奉他为安徽茶商会的会手。去啊！去啊！哎呦，好。古大爷，我一个人的古大爷，你在哪儿呢？古大爷，古大爷，好啊！哎呦，古大爷哟，我的古大爷哟！好二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松开！不是，古大爷，你听我说呀，之前是我有眼无珠，我胡老太爷都跟我说了，今天就算作践死我自己，也务必把你请到那个安徽会馆去一趟。不是，你听我说，胡老太爷说了，胡老太爷他那边忙，也走不开。只要您到了那边，他当你面给你磕头认罪。今天中午，咱们安徽茶商会包了同和居，宴请全国茶商，祝贺安徽茶得了魁首。你说你要是不到场的话，那咱们安徽人的脸面不就全掉地上了吗？这个是，哎呦，我的古大爷，哎呀，我求你去吧，你要不去我得哭死啊！那你哭一个。古大爷呀，你怎么那么狠心呐？好二，好了，听我说。听我说。我们之前只是误会，过往的事情不必再提了。至于胡老太爷那边，我不会让他给我磕头认错，我现在就要去拜会他。老二，把样茶收拾好，带上匾，包辆大车去同和居等我。
来，您请，给您租的马车，请。顾先生，我以茶代酒，向您赔个罪。客气的话不用再多说了，大家都是安徽茶商一脉。只要你以后不再欺负茶农，比说什么客气话都有用。一定。来，碰一下。哎呀，顾先生，您大人大量。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的。顾先生，这茶，酸。休要给我花言巧语，我马上就要带兵上阵，听不得啰嗦。说，王爷，您可知道2400万两现银子需要装多少车？需要上百辆大车，上百名的大汉，沿途还要经过那么多州城府县，还请王爷明示，那旗头上该写什么呀？什么旗头？那么多现银子用银车押出去，那旗头上得写明了用于何处啊？是王爷的军饷，还是供奉王爷家眷用的？我们河东八家已经商议过了，这一次就算是砸锅卖铁，豁出性命，也得把这银子凑齐了。王爷干的可是刀头嗜血、为国卖命的差事，如果我们还在乎那点银子，那也太不识抬举了。早就这么说嘛，何必受这份罪？你们写张欠条给李百万，让他来，这老家伙会办事。哎呀，不可啊，王爷，不可。我们刚才还在商量呢，这钱我们可以给，但是这好处不能让他李百万给得着了。这天下的银子都长一个样，怎么，他李百万的银子比我们好看点吗？就好像王爷，您带兵打仗吃尽了辛苦，要是最后功劳归了别人，您能咽得下这口气吗？再说了，河东八家乃是百年巨族啊，从省城到京师，他们哪一家都有交好的御史堂官呢？王爷一味的欺压下去，只怕好事变坏事了。其实我们想要给的，不止2400万两，我们想要给的更多。他李万堂请您过来压榨我们，花了多少钱，我们一样奉上。真是尖牙利齿！我一个堂堂带兵打仗的王爷，是来跟你做买卖的吗？还请王爷您给条活路吧。说说你们的主意吧。是。王爷既然在黄河两岸用兵，那这笔钱呢，就算是河东八家给王爷军队的军饷。但是这笔钱确实太多了，银车一推出来，势必闹得沸沸扬扬。那些言官参上几本，倒不怕什么，毕竟王爷功高盖世嘛。怕就怕，那有些人伸出手来也想分一份儿，那可就没意思了。所以我想着呢，把这些现银子运到京师，兑换4大行的银票出来，方便又好拿。到时候王爷自己往怀里一揣，岂不更好吗？好，那拿来吧。要多久？把现银子装车运到京师，再兑成银票，最后落到您的手里，2月为期吧。这已经是日夜兼程了。王爷，请您过目啊，这是河东八家的签字，上面盖着私印，捐赠2400万两成身王，凭此纸交付。王爷拿到银票之后，把这条子还了便是。这我可做不得称呢。这薄薄的一张纸就值2400万两银子，就凭它，我把你们放了。你当我是小孩啊？哎呀，王爷，您别小看这薄薄的一张纸啊，他李百万拿得出来吗？河东八家兴盛300多年了，论实力，论信誉，怎么也比他李百万稍微强那么一点点吧。除非王爷是诚心要弄死我们，那我无话可说，回去引颈带路便是。哼，谅你们也跑不了。
2个月以后见不到银票，我带兵抄了你们的狗窝子，滚！是。东西收了，把营去山东，1天1道圣旨，老子都烦了。对。少东家，太尉方掌柜古先生来拜，就说我不在。等一下，为什么不见？他会觉得我算计他。算计他？他在太尉峰，你在万元荡，你不算计他，算计谁？去，问问他什么时候把那300万两银子交出来，怎么放出来的？ 这孩子怎么会有妇人之仁啊？少爷还年轻，好不容易在山西交了个朋友。交朋友？想交朋友用到山西来。我们是来这收这些票号的，这就是打仗，哪有这么多婆婆妈妈的？是，我再劝劝他。这人是怎么放出来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本来怕您老生气，想晚点再说。 这小子联合8家给王爷打了个字条，保证2个月之内交付4大横银票2400万两。王爷着急去山东打仗，就点头同意了。这怎么行？我去见王爷。王爷都已经走了。蠢材！黑眼珠子盯着白银子，这个时候不趁热打铁，把这老8家给搞倒了？那美滋滋的拿张欠条走了。 他要是能拿到这笔钱，我姓他的姓。这谁的主意？听说是姓古那小子去谈的。顾兄，你知道？你不用说了，我是来给你们送行的。送什么行啊？令尊做出这样的事情来，把山西上上下下的票号的人都给得罪了，他还能待得下去吗？大好的局面，毁之一旦。 好好的一场戏呀，倒成全了这个小子。我爹这次进山西是做了周密准备的。我看你还是干脆投过来。他这么做虽然不光明磊落，但是在我看来是没有破绽的，你们抵抗不了。耍这种手段做生意，我是不会服气的。我不管他实力有多雄厚。 在3个月之内，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，不然我信倒过来写。顾兄，你这是说大话呢？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，但天底下做生意的人，以信为本，以义为根，以流通为手段，以方便为路径。 这些错，全都犯了，注定走不长远。又是这个姓古的，老爷，要不我再……京师很多事情还需要我处理，你留下来，就一件事。四处声称这8家各欠朝廷300万两银子，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。 朝廷一道旨意下来，管他谁的钱，贴上封条都是国家的钱。让储户挤兑，一家一家的整他们。我盘算着用不了几个月，这8家又得拿着他们的底来跟我做交换。我们既要拿到山西票号的专营权，还要把他们的底扎出来。山西我要，闯王的宝藏我也要。那王爷那边？ 要死的人了，我没什么可说的。怎么样？他说你3个月之内一定会滚出山西。你怎么说的？我还能怎么说呀？这么强取豪夺的事儿都干了。我说他们老8家3个月之内一定会被太平号吞掉。
要想在这立足，你客客气气的拱手陪笑脸，你到时候连残羹剩饭你都吃不下。这什么地方？天下票号的发源地，财富的汇集之所。想站稳脚跟，你奋发图强，一辈子可能都达不到。打蛇就得打7寸，断了他的念想，取他的精华。少爷，这才是真见识。我要是你，还做什么生意？即刻回家，好好在老爷身边待2年，天下还有谁是您的敌手？哎，吴兄，你怎么又来了？什么事儿？老八家有一句话，要带给李文堂：行商之人，以商道自律，不要再做以势压人的事儿了。成教。他怎么了？你觉得那小子怎么样？本非池中之物。老爷，您有一双风尘巨眼，您觉得呢？